所谓的铁链是否指的就是人类的 DNA 链呢？ DNA 的形状不正是一条如软梯一样的铁链吗？ Oh my god， 嗷嗷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。2020年就不用说了，嗷嗷狠，过的是稀里哗啦。人类被病毒逼到了墙角，刚刚春暖柳绿，带着希冀的人们被2021年的各种自然灾害和变异病毒又搞得蒙头转向。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预言准确率高达86%的预言家88万加，他是怎么说的。88万加大家应该有所了解，咱们频道也曾经介绍过，他的原名是范吉尔利亚·彭德瓦·迪米特洛，1931年1月31日出生于保加利亚山区的佩特里奇村，于1996年8月11日去世，享年86岁。尽管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保加利亚，他的预知能力和能与死者接触的能力使他闻名全世界。据他童年的时候的有关报道，他的预知能力是用他自己的双眼和天使交换得来的。当他在12岁的时候被龙卷风卷到了空中，落地后被沙石掩埋，获救以后双眼便瞎了。88万加通过梦境看到未来，他也能够像看电影般的从头到尾看到一个人的一生的生活。他这双看透世界未来的双眼同样能看透病人的病因，并以草药为病人治病，使得无数人上门求医，因此他也被称为草药之王、草药学家。1989年88万加预言了美国的一对兄弟会在铁鸟的攻击之下双双倒下，无辜的人会因此而丧失生命。那么大家知道2001年的9月，美国纽约世贸中心2栋大楼轰然倒塌，这是轰动全世界的事件。在过去88万加曾经预言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死亡日期，因此而被抓入狱，坐了几年的牢。88万加前前后后有许多的预言都应验了，比如说第2次世界大战、苏联解体、飞机与原子弹的发明、戴安娜王妃的去世、奥巴马当选总统等等。其预言的准确性让人毛骨悚然。在他去世前，他的预言是 The corona will be all over us。 当时的人们还不明白88万加所说的 corona 是什么意思。时间来到了2020年，大家都明白了。而在24年前，88万加就已经预言新冠肺炎了。他的预言都有被记录下来，从2020年开始到5079年，多达上千条的预言，至今只公布了一小部分。据传闻，大部分的预言被保加利亚的政府以绝密文件所保管。许多的预言家预测2021年会是更糟糕的一年。88万加是怎么说的呢？他的预言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，据网上他的信徒们总结了他的预言，咱们来掰扯掰扯。他预言将会有大海啸，这次的大海啸的原因或许是由地震造成的，或者是陨石坠落而造成的。大海啸这3个字不仅让人想起了2004年在南亚的大海啸，或称为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。88万加在1950年是这样预言这场南亚的大海啸的，即万人不死万人不生的预言。大浪将席卷海岸，人们将在水下消失。当时大家都在欢庆圣诞节，隔天2004年的12月26日的早上，南亚地区发生了相当于3颗核弹威力的大海啸，由9.1至9.3级的大地震所引发的，海浪的高度达到15到30米，导致至少有30万人罹难或者是失踪，有超过51万人受伤，难民人数多达300万人。除了南亚的多个国家的当地居民之外，还有许多的外国游客也罹难。
印尼亚齐省、泰国的普吉岛、印度、斯里兰卡以及马尔代夫等旅游胜地，美丽的海滩以及度假村瞬间变成了废墟。咱们曾经分享过，当时李连杰就在马尔代夫度假，被巨浪卷入的李连杰一手拖着一个女儿，情急之下发大愿，要做善事，只要是家人能够得救，而后呢全家平安。于是他就成立了行善积德的壹基金。当时的灾情惨烈无比，多少户的家庭支离破碎。88万家预言大海啸还会再来，还会袭击亚洲，真让人感到心惊胆寒。他的说法是去年的地震，还是今年要发生在2021年更大的地震呢？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。接下来的这条预言对人类来说是好消息，在21世纪初期，人类会摆脱癌症。当癌症与铁链系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天就会到来。在去年，根据《自然医学杂志》所刊登的一项重磅的研究，我们了解到，一名罹患晚期转移性的乳腺癌患者，在经过自身免疫细胞的治疗之后，全身的肿瘤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自然医学的评论指出是这样的，这是 T 细胞免疫疗法首次成功应用于晚期的乳腺癌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 Steven Rosenberg 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癌症和免疫学专家，他和他的团队在过去的30年间一直在致力于分析癌症基因方面的研究。他希望找到导致正常细胞癌变的 DNA 的突变点。目前这种新的免疫疗法成功率只有 15%， 也就是说20个人只有对3个人有效，而这20个人都是中末期的癌症病人，已经被传统的疗法宣告了死刑的。因此这个 15% 不是普通的 15%， 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。这个新的免疫疗法有没有副作用呢？答案是有的。参与这次研究的其中一名乳腺癌病人，全身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各个部位。研究人员先对他的肿瘤细胞进行了测序，并在乳腺癌细胞里找到了62种不同的突变。此后，研究人员还在他的肿瘤里找到了肿瘤侵润性免疫细胞，此类免疫细胞有望能够识别肿瘤特异的抗原。在分析过后，结果这些免疫细胞能够识别4种突变。由于这些细胞的数量较少，作用有限，科学家决定对它们进行大量的扩增到900亿个免疫细胞，再输回到患者的体内，跟癌细胞进行作战。为了确保这些免疫细胞进入体内之后保持其活跃的状态，病患必须服用一种副作用极强的药物，会出现重感冒一样的病症，比如高烧、严重的腹泻，甚至难以控制的抽搐。病患在治疗期间必须熬过这个副作用才能够康复。最终，这位病人终于等来了这一刻，他痊愈了。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成果，也非常让人感到鼓舞的一项医疗技术。88万家所说的当癌症与铁链系在一起时，那一天就会到来。所谓的铁链是否指的就是人类的 DNA 链呢？ DNA 的形状不正是一条如软梯一样的铁链吗？ Oh my god， 嗷嗷狠。下期咱们还要深扒更离奇的，现在呢不能说。 OK，88万家生前表示，未来世界将被一条强大的龙及3个巨人所束缚和控制。一些人会拥有红色的钱，我看到了100、5和很多个0。有人猜测88万家口中的龙是指中国，可是东方的龙与西方的龙是有象征意义不同的。东方的龙象征着祥瑞神圣的动物，西方的龙象征着邪恶魔鬼的动物。其实龙在西方是原本某些民族的象征，直到基督教盛行时，圣经里的蛇误会成为龙，从此龙就被指是撒旦的化身。
3个巨人可能是中国、俄罗斯和印度。一些人拥有红色的钱，表示红色的钱在未来的世界是稀少的，不是全部人都拥有。也有人猜测是中国的100元的人民币，或者是俄罗斯的5000卢布的钞票，还有人说是比特币。那么大家请猜测一下，在你的想法里，这红色的钱是指什么呢？88万家还说，世人会因为大量的灾难而受苦，人们的意识会转变，艰难的日子会来临，人们会被信仰分化。我们正在目睹毁灭性的事件，它将会改变人类的命运。毁灭性的事件这里被理解为2种，一是指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暖化的现象。温室效应根据环保署的环保名词定义为，从太阳辐射出来的光线原本波长较小，越过大气层时，可以透过具有与玻璃一样效应的二氧化碳、甲烷、一氧化碳、臭氧等等抵达地球表面。然而，抵达地球表面的阳光经过地表的反射后，波长变长，会被二氧化碳等气体阻挡，不容易散失于大气之外，以致地球上的温度逐年的增高。自从工业革命以来，人为活动如工厂、汽车等等排放的废气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浓度明显的增加。全球的温度激增所造成的影响包括极地的冰融化、海平面上升、淹没较低洼的沿海陆地、冲击低地国以及多数国家沿海的精华区，并造成全球气候变迁，导致不正常的暴雨、干旱等现象，以及沙漠化现象扩大，对于生态体系、水土资源、人类活动与生命安全等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从2019年末开始至今，地球上的自然灾难也确实是接连不断一再的发生。第二点是指小行星撞地球，这个和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不谋而合。有多家的科学媒体，比如 physics.org 以及 space.com 等报道，今年的3月21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有一颗小行星命名为2001 FO32 掠过地球，其有撞击地球的危险，速度极快，是 34.4 公里每秒。这个速度相当于地球绕太阳的速度，也就是123887公里每小时，相当于最快的超音速飞机的10倍，相当于最快的导弹的5倍。这样的速度比任何现有的人类飞行器都要快，如果撞向地球，那是没有办法去拦截的。这方面的知识咱们曾经分享过。行星撞地球，就目前的科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但据科学家的预测，这次不会撞到地球，还离得很远呢。这小心脏都快被吓得掉出来了。科学家说是在200万公里之外呢，这个距离相当于是5个地球到月球的距离。希望科学家的这个预测是准确的。如果北京时间3月22日的凌晨12点03分一切平安的话，那我们就平安的度过了，我们人类也躲过了小行星撞地球的这一劫。88万家其他部分的预言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被他的保镖暗杀，欧洲因极端分子的化学武器攻击而混乱，200年后人类将可以与死者接触等等。他也曾表示，外星人一直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多年，这些外星人来自于一个叫 Wamfim 的星球。当然，任何的预言家都有被人称为不准的时候，88万家也不例外，而且他的预言都是别人替他记录下来的，有些或许经过网络的改编等等。预言的作用是给人们以趋吉避凶，事情未发生之前做出防范措施。希望大家对2021年依然是积极面对的一年。那么你对88万家的预言如何看待呢？今天我们就飘到这里，喜欢的请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一期分享新冠的最新解法。Peace。